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再获央妈力挺，优秀演员实至名归，网友直呼太强了。从跑龙套到官方认证的电视剧一姐，赵丽颖用实力证明运气不能次 SSR。她像小火苗默默燃烧，以低调姿态跨界拿奖、做公益，用踏实努力点亮夜空，赢得飞天奖等认可。愿继续为中国电视剧贡献力量。双引号，赵丽颖这姑娘有点意思。赵丽颖拿奖拿到手软，又是飞天奖，又是各种官方认证，这动静闹得跟过年似的。你说她运气好？得了吧，运气这东西就跟抽卡似的，一次两次可以，总不能次次都 SRO 吧？这背后没点真本事，谁信呢？从跑龙套的小透明到如今的电视剧一姐，这姑娘走的路可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早些年那些不起眼的小角色，她演得认真着呢。别小看这些小角色，就跟练功似的，一招一式扎实得很。后来《陆贞传奇》火了，她算是熬出头了。再后来《杉杉来了》《花千骨》《知否》，好家伙，一部比一不火，这姑娘算是站稳脚跟了。可她没飘也没停，反而更拼了。春晚唱歌，纪录片配音，这跨界玩的也是溜得很。更别说那些乱七八糟的公益大使、旅游大使，这姑娘还真是个闲不住的主。你说她图啥？图名？图利？我觉得吧，她就是喜欢折腾，喜欢挑战自己。厉害了，我的姐！你以为她只是个演员？那就太小看她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这些头衔可不是随便糊弄人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官方认可啊。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码代码，终于得到了大佬的赏识，这感觉能一样吗？还有央视春晚独唱，这可不是谁都能上的，这得经过层层选拔，万里挑一啊。更别说他还给纪录片有为无畏配音，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宣传片啊。这待遇一般人能有？再说说那个三农人物唯一受邀演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说明他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那也是杠杠的。你想想，一个演员能得到官方的认可，能上春晚，还能关注三农，这得多大的能量啊！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别看他现在风光无限，可他一直挺低调的，没啥绯闻，也没啥炒作，就是踏踏实实的演戏，认认真真的做公益。这就好比一个程序员，不整天吹嘘自己多牛，而是默默的写代码，解决 bug， 这才是真本事。他拿了飞天奖，接受央视采访，也没说什么豪言壮语，就是表达了继续努力，为中国电视剧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这姑娘还真是实诚，她就像一颗小火苗，慢慢的燃烧，最终点亮了整个夜空。她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只要你肯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赵丽颖再度获得央妈的力挺，再次印证了她作为优秀演员的名号并非虚名。近年来，随着国产影视作品的整体升级，观众对演员的表演要求越来越高，而赵丽颖正是在这样一个严苛的大环境下不断突破，不断沉淀，才逐渐从甜妹形象转型为实力派女演员。她不再只是流量代表，而是以一部部作品、一场场表演，赢得了官方媒体和大众观众的认可。此次央媒再次力挺赵丽颖，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她过去几年持续深耕角色、塑造人物、用心演戏的基础之上。从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盛明兰，到谁是凶手中压抑而复杂的沈玉，再到如今电影《向阳花》中被命运重压下仍坚持信念的母亲角色，赵丽颖用一个又一个高难度角色，逐步摆脱了以往偶像剧女主的刻板印象。她身上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个演员应有的深度与厚度，而不是仅仅靠外表或人设取胜。
在《向阳》花中，赵丽颖饰演的角色经历巨大的人生转折与情感波动，需要极强的内心表现力与层次感。这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角色，反而是充满迷泞、灰暗、压抑和挣扎的情绪集合体。在这样复杂的情绪表达中，赵丽颖没有选择避重就轻，而是选择毁容式演技，让自己完全融入角色的痛苦与挣扎。在拍摄现场，她长时间淋浴导致体力透支，甚至一度晕倒。这种敬业精神感动了不少同组工作人员，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她的真诚与热爱。央妈的肯定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被央媒称为优秀演员，意味着她的表演已经具备了社会影响力与示范效应，不仅仅是娱乐，更是文化价值的传递。而赵丽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她饰演的角色不再只是观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成为了许多观众共情和反思的对象。在电影《向阳花》中，她用极具张力的表演，刻画出底层女性的坚韧与希望，引发无数观众对现实生活的共鸣与思考。面对一些争议与质疑，例如个别专家给出较低评分的声音，赵丽颖始终不曾在公众面前争辩，而是用下一部作品、下一个角色来证明自己。这种低调沉稳的态度，也成为了她能够屡屡逆风翻盘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她不沉迷于流量光环，而是将一切交给作品与角色说话，才让她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走得愈加坚定。对于一个曾经被定义为花瓶的女演员而言，赵丽颖用自己的努力彻底打破了偏见。她的转型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无数次打磨和试炼中完成蜕变的。今天，她不仅是荧幕上的实力派演员，更是许多年轻女演员努力追赶的榜样。她以坚韧的意志、持续的学习力和对表演的真诚热爱，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更多可能性。未来的路仍然充满挑战，但赵丽颖早已用行动告诉我们，她不是昙花一现的幸运儿，而是一位脚踏实地、持续深耕的实力演员。正如央媒所言，优秀演员这个标签，她配得上，而且值得更多、更持久的掌声与关注。最后，想对每一位喜爱赵丽颖的观众说一句：演员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积淀，也需要观众的陪伴与支持。赵丽颖愿意为每一个角色全情投入，敢于面对不同声音和挑战，只为了给我们呈现最真实、最打动人心的表演。我们有幸见证了她的转型、成长与蜕变，也期待未来她为我们带来更多震撼人心的作品。愿我们都能在赵丽颖的每一次演出中，看到她对生活的体悟，对角色的敬畏和对观众的用心。演员之路不易，但她已经让我们看到王一博首登 Vogue 封神，5大女刊全满贯，内娱男星第一人。王一博以 Vogue 单峰首登达成5大女刊全满贯，成为唯一同时解锁此成就的华语男星。5奢代言加身，单扛30亿票房的他，用限量杂志传递独特态度，不让粉丝盲目冲销量。从被守护到主动掌控，这位顶流以实力撕掉标签，用克制与魄力重构偶像价值。时尚界从无偶然，每一步都是对偏见的无声反击。王一博将登上 Vogue 服饰与美容2025年5月刊封面，成为该杂志创刊以来首位首登及以独立封面亮相的全满贯华语男艺人。这不仅标志着他完成中国5大时尚女刊 Vogue 时尚芭莎 L 家人时尚 Cosmo 封面满贯壮举，全娱乐圈达到此成就的艺人屈指可数，不分性别仅19人，男星目前仅3人，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作为5大女刊中最具权威性的杂志， Vogue 对封面人选向来要求严苛，候选人需兼具顶级时尚表现力、主流奖项认可和商业价值。纵观整个内娱历史，5大满贯艺人本就屈指可数，目前仅有19人达成此殊荣，其中男艺人仅有3位。廖凡和郭富城虽然曾首登 Vogue 单峰，却未能实现5大满贯。陈坤、易烊千玺虽拥有满贯，但首登均非单人封面。
因此，王一博此次封面意义非凡，唯一一位达成5大女刊全满贯加首登 Vogue 及单封的华语男星。事实上 ，Vogue China 创刊20余年以来，男艺人登上封面机会甚少，王一博更是流冲时代首位登封男星。自2020年起，王一博用5年时间完成了横跨 LVMH、Chanel、Moss、Frères、3大时尚集团的顶级奢侈品牌代言大满贯，囊括金鸡奖影帝提名、金鹰奖、柏林电影节入围，单扛票房破30亿，影视、商业、杂志全面开花，一骑绝尘，时尚界内外皆是王一博现象。5奢加身，5大满贯，王一博的时尚之路仍在不断延伸。此次登封 Vogue， 正是他多年来积累实力的最佳诠释，也是年轻一代偶像勇敢做自己的最佳榜样。限量封面即将上市，王一博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时尚界他当仁不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Vogue 为王一博特别限量发行封面杂志，也趁得上市为王一博独一份的例外。此前，他曾创下单本杂志销量78万册的纪录时装男士官方认证，至今无人能敌。自2021年起，王一博登封的杂志便一律限量5万册发售，以防止粉丝为 PK 造成资源浪费。他在不断拓展事业版图的同时，也始终坚持不希望粉丝为了所谓榜单好看去盲目冲销量，这也是王一博粉丝粘度一直高居不下的原因吧。刚走红的那几年，他所经历的风浪和所处的舆论环境，其实并没有给他多少话语权。那时候，粉丝们一边说天塌了给你撑起来，一边用真金白银为他托起一片净土。他接收到了这些心意，不仅在无感自作歌词里回应，也在之后的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事业阶段里回馈。后来，他终于有了话语权，有了可以说不的底气。从那以后，他每本杂志都限量发售，不再让粉丝拼命冲。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能卖，而是更在意大家不要被消费情绪裹挟。这份克制和体贴，在内娱真的很难得。当然可以，以下是你所要求的中文长文内容约2000字，作为对标题：王一博首登 Vogue 封神，5大女刊全满贯，内娱男星第一人的深度延展与观众寄语，无标题，结构自然过渡，适合用于公众号、社交媒体长文发布。王一博再一次站上了新高度。这一次，他不是在荧幕上饰演惊心动魄的角色，不是在舞台上炸裂的表演，而是在时尚圈的制高殿堂 Vogue 5月刊作为单人封面人物高调亮相。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封面拍摄，更是他达成5大女刊封面全满贯的荣耀时刻。从时尚芭莎 L 家人红袖 GRAZIA 到 Vogue， 这5大一直以来主打女性受众，对审美和影响力有着极高门槛的权威杂志，竟由王一博一一攻克，这在内娱男明星中是前无古人的记录。要知道，5大女刊的单人封面一直以来是时尚圈最具分量的成就标志，尤其是对于男艺人而言，更是一项几乎难以企及的封神之路。它不仅仅代表着时尚态度与风格审美的认可，更象征着在整个文娱、商业、艺术3重领域内兼具影响力与号召力的顶级象征。王一博用短短数年时间，从偶像标签破茧而出，转型成为全领域发光的实力派，不只是靠运气，更是靠不断精进的专业力和超越期待的表现力。回望王一博近几年的发展轨迹，你会发现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沉稳。他没有选择在流量的舒适区停留，而是敢于在挑战中成长。从陈情岭的蓝忘机处战锋芒，到风起洛阳无名热烈追风者的不同角色挑战，从演技、情感层次、语言状态乃至人物质感，他都在不断推翻舒适的自己，一次次证明我可以，我值得。双引号。而在时尚圈，他同样不是被捧上神坛的人。他的时尚成长轨迹与演艺道路几乎同步进行，从早期的青春运动风，到如今驾驭高级定制、先锋时装、
复古廓形、暗黑艺术等多元风格游刃有余。不仅如此，他与各大奢牌、设计师、时尚媒体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且深入。他不只是穿得好看的艺人，更是一个对时尚有独到理解与表达的风格载体。Vogue 封面中那份冷峻、内敛与灵动并存的气质，不是靠造型师与滤镜塑造出来的，而是他自身气场与经历沉淀的自然流露。此次 Vogue 单人封面选用王一博，不仅是对他时尚表现力的认可，更是对他影响力、传播力乃至当代年轻文化符号地位的肯定。它不仅仅代表了好看和红，更是代表了一种年轻人不设限、不盲从、不断打破边界的生命力。他是偶像，但更是行动者。他有粉丝，但他更以身作则，让偶像成为一个积极而真实的引导力量。更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对待公众身份的态度始终低调、稳重，从不贩卖人设，不营销私生活，他只让作品与行动说话。在这个娱乐圈充满争议与炒作的时代里，像王一博这样始终以专业、作品和态度赢得尊重的人，真的很稀有，也值得被看到、被支持。时尚是表象，更是内在的延伸。王一博的时尚成就，并不仅仅停留在封面好看这一层，更是他综合素养的具象体现。他身上兼具冷感与温度、理性与张扬，这种复杂又平衡的气质，正好契合了当代时尚界多元、包容、探索的价值走向。Vogue 选择他作为单人封面人物，也是对这一新风貌的致敬。这份荣耀不只是属于王一博个人，更是华语娱乐圈青年艺人在全球文化版图上发生的一次胜利。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男艺人也能在国际时尚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甚至创造纪录。而对于他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节点，而非终点。写到这里，或许你也会像我一样，感到一种由衷的敬佩和感动。王一博用他的努力，为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照亮了一条路，坚持专业，不畏挑战，不随波逐流，终有一日光芒万丈。也正因为他的存在，才让我们对偶像这一词汇重新燃起尊敬与期待。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也是王一博的粉丝，请为他骄傲。如果你还只是初识这个名字的人，也请不妨给予一点时间，去看他过去的作品，去了解这个默默努力、不声张却总在突破的年轻人。他不会让你失望。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坚持做真实的自己，走扎实的路，其实就是最难也最值得敬佩的选择。王一博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封神之路，未来我们也将继续陪他一起见证更多的第一，继续期待，继续相信，继续同行。王一博，封神未完，璀璨才刚开始。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